在中国城市的版图上有一个独特的地方，它曾是新中国煤炭工业的共和国长子，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燃烧自己，照亮了东北工业化的进程。而在互联网时代，它却因白菜价的房子意外走红，成为年轻人心中诗与远方的平替，甚至是躺平学的终极圣地。这个独特的城市就是鹤岗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对于这个传说中的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，中国物价最低的城市，中国产业凋敝、经济衰败、人口流失和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城市，网上说的情况是否属实？我将亲身来到鹤岗这座被大家严重误解的城市，看看这里的房价真的是白菜价吗？这里的生活成本真的有这么低吗？我是晚上到达鹤岗，我入住的是一家连锁酒店，300多块钱一晚，设施条件还不错。因为晚上到了酒店还没有吃晚饭，就在网上点了个外卖，没想到送餐的是个机器人，远远的看见他过来了，还自动的绕开了障碍物。机器人送了晚餐，只能垫个底。第二天早上准备再去早餐店吃个早餐，亲身体验一下鹤岗的物价是不是真的全中国最低。我住的这块地方算是鹤岗的中心区域，人流量还是很大的，熙熙攘攘，但确实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。城市看上去非常干净整洁。虽然路边有许多摆摊的，观感上也并不杂乱。我找了一家干净整洁的早餐店，装修的还挺不错，地板和座椅板凳看上去卫生状况都很好。重要的物价对比环节，大骨清汤面9元一份，麻辣面11元，红烧牛肉面15元，肉酱拌面12元，卤蛋2元一颗。中肯的讲，这个价格全国最低，肯定算不上，但这样的装修条件和卫生状况对比下来，肯定算是低价。早餐店对面就是广场，早上也有节目，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大妈中，领舞的短发小哥就像黑暗中的萤火虫一样耀眼。接下来我将去实地探访一下鹤岗的房价，主要的方式就是观看路边贴的售房广告。120平的住房售价8.8万，每平方的价格约在730元，学区房57平方售价6.5万，每平方的价格约为1100元。由此看来，花几万块就能在鹤岗买一套房，确实是真实存在的。但是那些白菜价的房子大多是棚改房、顶楼、无电梯的老旧小区，市中心的品质商品房均价都在每平米3000元左右，甚至出现了4000元每平米且热销的超低能耗住宅。这组矛盾的数据恰恰揭示了鹤岗楼市的真实逻辑。一方面，人口流出导致大量老旧低质的存量房无人接盘，价格跌成白菜；另一方面，留守的公务员、教师、医护人员及回流的高收入群体对居住品质有极高要求，他们愿意为隔音好、保温强、得房率高的好房子支付溢价。住得好依然是硬通货。走在这鹤岗的主街道上，能看到的年轻人很少，主要都是中老年群体。接下来我去逛了2个鹤岗的购物中心，其中一个超市里面非常热闹，人流量很大，超市的装修也很考究，各类商品齐全，包括各种高档的进口水果。购物的顾客非常多，
超市之外还有许多的餐饮店，生意也还不错。我置身于鹤岗这个购物中心，很难想象网络上所描述的萧条与落后。后面又去了另外一个购物市场，走在这条街上，客流量很少，大部分商铺都张贴着招租的广告。我在网上查询到的资料，之前是非常热闹的一条购物街，没想到现在这么的萧条。鹤岗市又名新山，是黑龙江省辖地级市，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东北部，地处小兴安岭东南麓、三江平原西北部，是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中心城市之一，重要的边境口岸城市。过去的鹤岗因煤而兴，煤炭不仅带来了 GDP， 更带来了数十万产业工人及其家庭，支撑起了庞大的城市股价。但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及近年来的产能压缩，传统煤炭经济风光不再。虽然官方数据显示，鹤岗在2025年试图通过煤转电、煤制气等链条延伸，让煤及化工产值重回100亿级，但这更多是稳基本盘，而非破局。真正的希望曾被寄托在黑金石墨上。鹤岗拥有亚洲最大的石墨矿床，这是新能源时代锂电池负极材料的战略资源。理论上，鹤岗完全有资格成为电池产业时代的鄂尔多斯，但从卖矿石到卖高端材料，中间隔着技术、资本和产业链急剧的鸿沟。如果石墨产业不能快速形成闭环，吸纳大量高技能人才，那么它对于普通市民就业和收入的拉动将极为有限。鹤岗的经济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空窗期，旧的动能在衰减，新的动能在蓄力，但尚未爆发。人口是理解鹤岗一切经济现象的钥匙。2010年至2024年间，鹤岗常住人口从105万跌至83.4万，流失了超过1/5的人口。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南下，留下的多是老年人。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？原因是鹤岗经济比较落后，找工作很困难，创业风险更大，而且一到冬天非常冷，最冷的时候-25度，冬天还要交取暖费，一年2000多，这并不是一笔很小的开支，而且每年都要交。年轻人如果想做智商空，想躺平也并不容易，只能选择外出务工。视频的最后，放上在鹤岗街头的沿路风景，来一段沉浸式的体验。这东西真好吃。在这场戏里换来了纷纷扬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？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？多好啊！家孩子，烤肠，热乎的烤肠，玉米，新出锅的甜玉米。这不挺好吗？好，那你跟小孩人他照样吃，照样喝。那碗没有光。商品价格去除中间商差价，价格更实惠。消费体验升级，电子
位于塔